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冷热饮水机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一般呢是有两个开关，能够制冷也能够制热。开关分别是这个 S1 是制热开关， S2 是制冷开关，也可以单独制热或者是单独制冷。这端是220伏输入，这个接地线呢一般是接在外壳上，然后呢外边是接我们的插座里的大地。首先我们看制热，制热开关闭合以后，通过这个100度的保温开关，再通过这个发热管，再通过这个110度的保护开关，然后呢送到我们这个零线上，这样呢就实现了加热。当温度达到100度的时候，这个长闭点的温度开关就跳开了，这时就停止加热，同时我们这个红色指示灯也就熄灭了。在加热的时候，这个红色指示灯是点亮的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温度降到100度以下，比如说是90度左右的时候，这个温度开关呢又闭合了，这样呢使我们这个水呢始终保持在100度左右。同时呢，当我们这个开关某种原因损坏的时候，这个110度的开关就会跳开，保护这个壶不被烧坏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制冷，它的制冷一般是采用这种 PN 节的制冷片，这种制冷片在给它通上电以后，它会一面制冷一面制热，产生温差。S2 闭合以后，220伏通过开关通过保险给这个变压器供电，这时在次级就产生了电压，经二极管整流，上端是负电压，这端是正电压。同时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绕组，是另一组负电压，这个负电压要比这个负电压高。因为我们刚上电时冷水罐内的温度较高，所以呢我们这个位置会输出一个低电位，那么这个长管会导通，给我们的制冷片提供一个高电压。也就是说这一端的回路是通过这个正电压，然后通过这个制冷片的正极、负极回到这个长管的漏极、原极，然后再通过这两个二极管回到变压器，这样呢它是一个高电压供电，制冷片的制冷量大。同时我们这个风扇呢也是通过这端的正极，然后呢通过我们这端的负极二极管，然后过来，然后呢通过这个长管也是通过这个高电压给它供电，那么这个风扇旋转的速度也快。同时我们这个指示灯呢是通过这个回路，绿灯是亮的，这样使冷水罐内水的温度迅速降低。这个呢就是温度传感器，在这个负电压这个位置送到我们这个 D 这个位置，然后呢在这个正电压通过150欧电阻限流以后，再通过 9.1 伏的稳压管稳压，给这个 LM393 比较器的8角进行供电。在这里1、2、3角和5、6、7角是两个单元，但是它为了增大芯片的功率，在这里两个单元是并联使用的。这个9伏电压通过 R3 限流，然后通过 R4 分压以后，在这个位置得到一个基准电压，送到5角正向输入端和3角正向输入端。它的6角反向输入端和2角反向输入端接在一起，接在我们这个 NTC 的热敏电阻上，在这儿得到一个与温度成正比的电压值，加到了2角和6角。当刚上电的时候，冷水罐内的温度较高，由于我们这个 NTC 的热敏电阻是在这个冷水罐壁上，所以呢它的温度也较高。很显然这个 NTC 热敏电阻的阻值较小，那么这个位置的电压较低，这时2角和6角的电压低于3角的电压，这时1角和7角输出高电位，那么加到我们这个 NMOS 的3级，这个 NMOS 就会导通。它导通以后呢，刚才我们说过了，它的电流方向呢就是通过这个10安的保险，再经过制冷片和风扇，然后呢通过这个长管回到我们这个电压高的这个负极，这使它为强制冷状态，同时风扇的速度也会很快。随着温度的降低，
NTC 热敏电阻的阻值会渐渐增大，同时它上端的电压也会成比例升高。这时2角和6角的电压高于3角和5角的电压，1角和7角就会输出低电位，这样我们这个长管的3极为0伏，这个长管截止。由于这个长管截止了，那么我们的供电回路呢，只能通过这个保险，然后通过制冷块和风扇回到我们这个低压端的这个负极。这时饮水机处于保温状态，通过 NTC 热敏电阻来检测冷水罐的温度，从而实现强制冷和保温状态的转换，使冷水罐内水温恒定在一定的范围内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